点亮人生地图的第33站，我来到了安徽怀远。我也没有想到，安徽蚌埠的这座皖 C 小县城居然藏着这么多的宝藏。原本是打算凌晨3点直接夜爬涂山，却在凌晨路过怀远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4点半，天还没亮，但是他们已经出来了。微弱的灯光下，交易着当天新鲜的食材，让本该安静的凌晨却显得格外的热闹。你们这片天早上都这么早吗？算早吗？最近一夜都有人。一夜都有人。你们都大概几点过来的呢？我来的迟夜，我2点多钟来。2点多钟还叫吃啊？我们一夜都有，跟着看一夜有吃不好卖菜。哦，那早上卖到几点呢？卖到7点钟。老板。开一家，这个都刚开门，这个徐记拉面吃过，很好吃，也刚开门。这个看一下，现在可以有饭吃干，还没搞好是吧？啊，要不然有羊肉汤，这一锅汤都卖了。你们晚上几点钟开始干？下午4点一直到现在了。辛苦，一熬就熬一夜。俺们这里人不是这个年纪的人都是这样，能吃苦。像你们这代小90后的啊，60后的，你看。要了一碗羊肉汤，一个烧饼，羊肉很实际啊，羊肉很大，底下是粉丝、千张，还有这个本地特色的小豆饼。皖北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豆饼，看那个羊肉很大一块。那就凌晨4点喝一碗羊汤，在街头还是很舒服的。葱花香、芝麻香、油酥香，泡一碗羊汤，一口饼一口羊汤。吃好了啊！现在天还没亮，我们打算等一下去爬涂山。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会有雨，现在还没有下，不知道能不能碰到涂山的日出。凌晨5点到游客中心了，早上还是比较冷的，大家记得带个外套。景交车还没开始，咱现在爬着上山。潮雨路，大禹和女娇缘起的地方。天已经亮了，手电筒带的好像有点多余。提醒大家还是从大路啊，我从这边上去，然后爬到一半发现没有路了，又折返回来，咱现在继续出发，还是跟着人群一起吧。到凤凰泉啦，封上了，记住这个路口齐母间，从这边可以上，不要从山上的小路啊。导览图放在这了，自取啊。继续上，小小涂山，淮河的一个支流汇入的地方，就快到了，坚持坚持。小小涂山，现在刚过7点，但是太阳已经很高了。如果你们想要来看日出的话，大概4点钟要准备上山。山顶的风景虽然比较美，但是早晚夜爬气温还是比较低的，通常要比山下低个好几度。再加上山上风比较大，体感温度会更低。还好这次我穿了博西河的追风冲锋衣，3层防护，既能防风又能防水。透气的同时还能24小时持续保暖，而且是这种可拆卸的内胆，1年4季都能穿。加上还有一个禹王宫，咱继续出发。禹王宫这里面还是比较安静的，柿子还没熟。在2棵千年银杏树下，我遇到了一群捡银杏果的人。有1000年了吗？那树？对，有1000年的树，掉的满地都是。那天我洗干净我之后，他是吃这个。哎，他说明年就人家树就掉一棵树，这么厉害吗？哟，哎，赶快让谁冲呀！你们捡的时候手都注意一点，你找一个袋子装。雷击木里面又长出来一棵新的银杏树。这个直接能吃吗？这个不能直接吃，这要放到烤熟或者是放锅里炒。把这外皮去掉。对，这个捂，这个长得可能以后不烂之后用水冲走。一层果皮，里面是果肉，然后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在里面就是果仁。小的不好是吧？小的不好，小的太小了。这洗洗不就行了吗？还要晒干是吧？这我不要了，谢谢。弄太这就供我吃。哦，可能是因为早上来的游客不多，我还幸运的吃到了禹王宫的贡那个叫鸡蛋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好吃，你也吃不了。啊，一看你就想起来。七木石，这个又叫望夫石。望夫石什么意思呢？相传大禹跟涂山女娇成婚之后啊，离家治水一去13年不归，涂山女娇就在此处呢盼夫归来，朝思暮想，望穿秋水，所以就叫做望夫石。这个读夷商。我国古代尧舜禹启，大家都知道吧？启呢是禹的后代，是大禹跟涂山女娇所生的孩子。相传啊，这个地方就是启出生的地方，叫做夷商。夷商传说涂山是女大禹婚配生下启的地方，启为夏朝的第1代帝王，指的就是这里。远处那个是金山，脚下这个是涂山，中间是一条淮河，也就是大禹劈山倒淮的地方。歇马石，古人来参观大禹庙，中途在这边歇马休息调整的地方。大禹治水，
与会诸侯地，大禹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治理淮河。下山之后，我路过了怀远县城，去吃了一碗徐记拉面。这已经是我第2次吃他们家的拉面了，点餐的流程也就格外的熟悉。我要了一碗7块钱的拉面，又额外的加了一份溏心的荷包蛋。它这个酱料都在底下，一定要拌开，浓油赤酱的，看着就很好吃。你看他们家这个面条是不是光在视频里看着就格外的诱人？看着其实很像干扣面，也像武汉的热干面，但是它不需要任何的浇头，光是酱料裹着面条就足以吸引我来第3次。小碗7块可以下一个荷包蛋，真的看着辣，其实并不辣。我挺喜欢吃面条的，我要住这附近，估计会天天来吃。吃完面条，我来到了怀远县博物馆，它是全国为数不多藏在校园里的博物馆。虽然面积不是很大，藏品也不多，但是听说博物馆整栋建筑以及周边的几栋楼都已经是几百年前清朝留下的老建筑，在一个县城的校园里也能被保存得这么好，还真的挺令人骄傲的。院子里种的都是石榴树和柿子树，事事如意和硕果累累。汴河洞不远处有一个汴河洞，相传战国时期的和氏璧就是在此处被发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建议单独跑一趟，如果是顺带旅游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哇，这么小棵树也能结出来石榴。我还去了趟不远处的金山石榴园，大名鼎鼎的怀远石榴，这都是上百年的石榴古树。怀远金山洞天福地，金山山脚就是大圣寺，然后这边上就是石榴古树林，看全都是石榴古树。这一棵石榴树已经270年了，硕果累累。怀远的大圣寺，白乳泉号称天下第7泉，在怀远白乳泉。以前这个是有泉水的，乳白色的泉水往外冒，现在没有了。东坡居士来此游览过，看怀远还建了一个书公祠，也叫做七泉居，现在关门了，进不去。怀远一中边上有一家药膳鸡，带你们去看看。药膳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鸡汤火锅，是可以点各种配菜在火锅里面涮的。他们家这个辣椒酱和陈醋绝对是有什么秘方，真的有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就是剪视频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的流口水。吃之前可以先来一点鸡汤，它这个辣椒油不是特别的辣，但很香，爽。行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怀远的柳城公园，这里就好像是怀远人自己的迪士尼，承载了很多怀远人小时候的记忆。如果有机会，欢迎你来一次安徽怀远，这座淮河边上的温馨小城，也有着浪漫的烟火人间。点亮人生地图的第45站，我来到了安徽蚌埠。一个人用周末48小时极限逛至蚌埠，能有多快乐？上一条视频发出之后，评论区又给我推荐了不少好吃的店铺，所以我也找了个周末的时间，吃了10几家店铺，我觉得每个都很值得推荐。如果你也想来蚌埠玩，那么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第一家我先去吃了阿刚的味味烧饼加里脊，如果只用一种小吃来代表蚌埠，那一定是烧饼加里脊，2个油酥烧饼加上一些荤素搭配的炸串，然后再刷上简单的甜酱和辣酱，就变得一点也不简单。烧饼必须是手工现做的，不能太硬，而且还要有嚼劲，甜辣酱又必须十分的诱人，让人尝过一次还十分想念。一半甜酱一半辣酱，就是那种舌头发麻头皮发痒的感觉。一般这种饼稍微有点软的烧饼加里脊都非常好吃。第二家我去了万达边上的朱玉园火锅，还没进门就被老板熬火锅底料给吸引，是要把这绳子吊起来是吧？火锅店装修的还挺有氛围感的，这种吊炉式的火锅底下还放着炭火慢慢的烤，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还有这种整串的大虾放在火锅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煮个几分钟后蘸着火锅的香辣气，咬上一口格外的香。还有这个7上8下的毛肚是我每次吃火锅的必点，重庆9宫格的辣肚属实有些罩不住，我还要了一份蛋炒饭。腰花下入锅里。如果说冬天跟火锅最配的话，那么不妨找一个周末犒劳一下疲惫一周的自己。看这是啥？恋爱脑。看着好大一个腰子。让我比较惊艳的是这个猪脑花，是我第一次尝试就被它征服了，口感非常的丝滑，入口即化。这个是猪腰花，蘸上点酱料，吃着还是挺补的。还有这个鳝丝，煮完之后香辣的口感，别提有多爽。吃着吃着我就在想，如果外面现在飘着雪，在屋里面烤着炭火吃着火锅，恰好又碰上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周末，那算不算是一种顶级的幸福呢？万达这条街真的好热闹呀！吃完饭来了万达，准备逛一逛蚌埠的河马。河马先生刚开业不久，很多本地人来逛，人多到根本走不动路，索性我就蹭了杯免费的热水，赶紧开溜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穆斯林牛肉煎包，我点了3个牛肉煎包和一碗砂汤。砂汤是老母鸡汤冲的鸡蛋汤，在整个皖北都很常见。煎包皮薄馅大，这2个搭配在一起的早饭，吃完整个人心里都是暖洋洋的。包子大，肉馅大，肉馅大。
啊，这味道叫你吃了还香还香。那回就是山东的叫什么？大理吃面的。大理吃面，你这他一人吃多少米的？老板上5个。我吃你3个都上不去。怎么吃了？老板再上5个。怎么吃？老板再上5个。吃15个包子啊？我吃3个就很顶了，感觉这包子个头大。这么美丽的河蚌公主，你们可能别叫人家歪歪精了。吃完饭，我来到了张公山，登上了望怀塔，看到了蚌埠秋天的模样。红色的枫叶，黄色的银杏，给这个秋天染上了色彩。而秋末冬初的时节，正好是苏轼笔下的一年好景均须记，醉时橙黄橘绿时。中午我来到了高记面馆，刚一进门，手机差点没拿稳。墙上招牌上的波龙面、鲍鱼面给我下了一个踉跄。我是真没想到，蚌埠的干扣面竟然这么好啃。我这个是提包3鲜面，把这个底下的酱料拌开，放点辣椒拌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就很有食欲。劲道，干扣面就要吃手感，30块钱一碗，但是你看这个肉满满的。不得不说啊，蚌埠好吃的干扣面实在太多了，每多吃一家总能刷新前一家的记录。你们心目中哪一家的干扣面比较好吃呢？吃完饭，我沿着滨河南路一路打卡，从朝阳桥一路逛到了滨河南路的尽头。谁知道这是什么建筑，还挺气派的。后来我又去了趟七言寺，找到了你们口中的秘密基地。这条路好像开车也能过来。晚上我来到了阿冈美食街，蚌埠烧鸡、屋子，这条街吃的还挺多的。这个臭豆腐还是非遗呢，看一看。买了一份臭豆腐，10块钱一份，分量也是超级大。烧饼钢贴。几个？1个。3块5。我想问一下，蚌埠的烧饼为什么要叫做钢贴呀？阿冈这边一个冰酒酿，一个甜拉拉，就连蜜雪都没有闯进来，这就是本土奶茶在蚌埠的含金量。边上还有一对老夫妻在不紧不慢的做着韭菜盒子，硕大一个韭菜盒子只要2块5一个，斤是吧？对，5块钱一个。哦，那4个尝一尝。我买了4个柿子，事事如意。然后我又来到了奇瑞牛肉汤，要了2块钱的小饼和一碗15块钱的牛肉汤。这个小饼跟牛肉汤简直就是绝配，在汤里泡一下，湿哒哒的，吃进嘴里就非常的软烂。哇，这个牛肉汤辣的好过瘾！2块钱的饼配这个小菜，小紫妹妹蘸那个青辣椒，别提有多爽了。臭豆腐感觉也还可以，10块钱分量还挺大的。刚才买的钢贴，钢贴的做法跟烧饼很像，但是吃起来味道又有点不一样。一口钢贴一口汤，是不是看着就非常的香？我感觉他们家的牛肉汤在蚌埠是能排到前几名的。对了，白天的时候我还去了趟分界线，这里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标志。到了北方，他们也会喊我们南方小土豆；到了南方，他们说你们北方的麻雀都能喝2两。这里既有南方的温婉，又有北方的豪迈，一脚横跨淮河水，中国在此分南北。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在蚌埠人的心里，这个地方叫做家乡。在安徽的东北部有一个泗县，我发现这里也太抽象了。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几线城市，但是它属于胥县。这里的烧饼叫潮牌，你要问我是什么牌，可能是古代上早朝的工作牌。不仅米线只要3块钱一碗，就连开个音乐节也不要门票。而且这里还是中国山芋之乡，是一个粉丝过亿的城市。68块钱酒店盲盒。哇，还有直饮机啊，不错不错。放完行李直接下楼觅食，路过了好几家的肉夹馍，光是看着就很有食欲，顺手买了一份，味道还不错。这趟旅行还没有做攻略，主打就是一个真实体验泗县的人间烟火。齐家面皮是苏州的吧？对，胥县卷凉皮，我在苏州的时候吃过一次。胥县这边是一个叫做人民路的步行街，好像里3层外3层的，逛不完。快看我发现了啥？是音乐节！不要买票，直接进，嘿嘿。现在我们开始回酒店，明天正式逛泗县。早上好啊，下雨了，买了一个泗县的药物布鞋，据说是泗县7大名片之一哦。现在去吃一个早饭，据说米线和油旋子是必吃的，去看看怎么个事。这看着不就是烧饼吗？那为什么叫潮牌呢？从古代都开始是流传下来，不是叫它潮牌。鸡哥活蹦乱跳的。樱桃怎么卖的？是我自家树结的，跟树现摘的。看着很新鲜。这个是怎么个摘法的啊？他在树上的啊。手里拿个水舀，你知道吗？啊，上面是剪子，一剪掉个水舀一剪，这是绝对不能占地的哦。自己家树上摘的樱桃，
逛完早市，打算去吃一个油旋子。这么大的油旋子，你们见过吗？我印象中的油旋子都是这种很小的，在油里面煎炸的，而泗县的老式油旋子是用发面裹上粉丝、肉馅，压成饼状，然后在下面煎一个鸡蛋，完全煎熟后再裹上一个水蛋饼。买了一个油旋子，又到后面找老板打了份砂汤。北方的砂汤真的每个城市都不一样，里面是满满的葱花，然后还有香油、泗县小豆饼。我们开始多少年，基本上实现老百姓吃的好，吃的开心，吃的口味好，又干净香油卫生，正经的对待老百姓，让他花了30块钱能吃的好吃的好。欢迎大家来泗县旅游。吃完早饭去逛了泗县的博物馆，虽然没有赶上博物馆的一出好戏，光是看到橱窗里精美的戏服和墙壁上的介绍，就让我对四周戏有了一知半解。而且除了各种常规的瓷器、青铜器的展示以外，你敢相信吗？这里还是中国古鞋博物馆，还有很多关于鞋文化的介绍，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啊！古代人穿鞋是不分左右脚的啊！妈呀，这个鞋比我人还大，这个好像吃火锅的炉子呀！没认识这是什么字啊？除此之外，泗县还有一个大运河遗址，没错，就是那个隋炀帝时代人工开凿的隋唐大运河，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原始的河道风貌，也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唯一有水的河段，而且还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古运河遗址。中午刚好路过了吃早饭的店铺，遇到了老板正在门口卖龙虾，96块钱6斤。我们家96元8斤，2瓶绿茶。五香的，蒜蓉的卖完了。蒜蓉的，对，卖完了。96块钱8斤小龙虾，还送一瓶绿茶，还有什么指引词了？都是活虾，要洗一遍是吧？洗一遍不行，洗7、8遍、5、6遍。不干净，我们天天要吃。你看我们家自己也吃是吧？对呀。所以说我们买便宜点嘛，薄利多销嘛。看这虾尾。剥了半个小时的虾，就为了这一刻。吃龙虾最爽的时刻就是这个吗？太爽了！吃完午饭去爬了珠山，这里是泗县境内最高的山。快看羊肉串！你好 ，Hello， 哎，你遇到烤全羊吗？怎么不理人？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里简直就是阿勒泰泗县分泰。在不远处还有一个盘龙山，原被称为老山。这里简直就是泗县版的布达拉宫。倘若登上山顶，你便能看到这一望无际的皖北粮仓。离家在外的泗县人，麦子熟了，今年你回家收麦子吗？盘龙山脚有一个奇石公园，形态各异的石头不计其数，不过没看到什么人来玩，倒是旁边的儿童乐园传来不少的欢笑声。行程的最后，我还去了趟石龙湖湿地公园，这里也是泗县的一大名片，应该有很多泗县人小时候春游都来玩过吧。在公园的深处，鲜有人质。走在公园之中，我看到了远处是湖，岸边是芦，桥边是柳，路边花开满园。所以来泗县看看吧，体验一下皖北平原的豪迈和人间烟火，感受运河名城的风土人情。而且这里也有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除了杭州和扬州，请大家记得，安徽还有一座城市叫做泗州。